天我们做 Chanel 2.55链条钱包的测评。这个包我已经开始用了，包装我尽量还原了一下。这个是保养皮包的擦拭布。这款包的材质是复古小牛皮和金色金属。外部的背面有一个小口袋。内部是酒红色的。一共有1、2、3、4个小空间和一个大的主要空间。扣子看上去很小，但使用起来不会觉得很难抓住，两边都能拧，手感非常好。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小细节，链子一共有3排环扣，外面两侧是光滑的，中间这一排是有印刻花纹的，双面都有。下面测一下重量和尺寸，重约390克，长约19厘米，高12厘米，厚3.5厘米。链条的最长状态下，垂直有57厘米的空间，但它有5种佩戴方式，我稍后会具体展示。先测试一下它的容量，我没有粉饼，用这个边长6.8厘米的镁粉盒来代替。一共有6个卡槽，卡片我事先放好了，来试一下其他的东西。现金放在这个拉链袋里。手机，这个是 iPhone 13 Pro Max， 可以放进去。其他型号的 iPhone 肯定也可以。其他品牌的手机可以用卡片上的尺寸来做参考。我平时手机会直接拿在手里，只带钥匙包和电池，空间绰绰有余。再加个耳机和笔，是刚刚好的状态。再放点其他的，钥匙扣可以竖着放。全都放进去了，也能扣起来，但是有点鼓。作为一个迷你包，它的容量很可观，比我想象的能装得多。这个包可以通过调整链条达到不同的佩戴方式，我发掘了5种比较常用的。第一种，默认方式，直接这样斜挎背。第二种
双侧链条从内部交叉。第三种，一侧的链条从外面绕包盖一周，提起单条链子，单肩背。第四种，同样状态下，同时提起两条链子，腋下包。第五种，把链子全部收进包包内部，手拿包。我是一个小包主义者，尤其喜欢 Walk。Chanel 这款算是 Walk 里的天才之一了。使用下来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，也没有出现任何划痕。唯一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这个拉链头的部分，在关闭包盖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立起来或者跑出来，所以在关闭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其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，我很享受使用这个包。购买当天，店里还有2.55的 mini camera bag， 超级无敌可爱，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。当时犹豫了很久，最终选了 Walk， 原因是那个 camera bag 是个拉链包，内侧靠近拉链的皮质竟然是皲裂的，应该是他们频繁开合拉链导致的。虽然店员有找到另外一个全新的，但我担心之后会出现同样的问题，加上 Walk 的造型更加经典，佩戴方式也更多，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一款。但那个 camera bag 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考虑。起初我是心仪经典版的 Walk， 黑色小羊皮配银扣。当天买的时候店里没有经典版的，当时还觉得挺遗憾的，但后期频繁比较之后发现还是2.55的设计更合我意。它俩的主要区别有3个：皮质、链条、扣子。2.55的皮质是复古小牛皮，我很喜欢这个 aged 褶皱效果，也没有经典版小羊皮那么娇嫩。2.55的扣子是品牌文字与旋转扣，经典版是双 C logo 和磁铁暗扣，相比较之下2.55更低调一些。旋转的扣子也比暗扣的技术含量、细节和诚意多一些，黑金又是最经典的配色，所以比较下来我越来越喜欢2.55，很庆幸当时选择了它。其实我最初想买2.55 mini， 但等了很久，伦敦一直没有货。去年快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要收一个2.55，任何包型都接受，心态近乎一种执念和任务。但有趣的是，买回来以后也没有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，就放在了角落里，连包装都没打开。一直过了整整3个月才拿出来开始用，然后我就反思啊，喜欢一件物品带来的愉悦感不在于是否拥有它，拥有了也不一定增加幸福感，不拥有也不妨碍我欣赏它。更何况包嘛，永远都是下一个最好看。但这个包啊，我是越用越喜欢。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谢谢。